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50期。做这个系列每隔一段时间，开头和结尾的背景音乐我都会换新的，基本上是讲完一整年的游戏换一次，但几句开场白从来没有变过。之前也有考虑说点别的什么，没有想到太合适的，就一直这么做了下来。时间久了形成了习惯，不知不觉已经做到差不多一半的内容。今天咱们继续看1989年3月份发布的游戏。爆笑人生剧场。人生游戏或者叫生活游戏，最早是特加利公司于1968年推出的桌游，在日本一直属于广受欢迎的儿童聚会玩具。和其他类似的桌游一样，玩法也经历过多次的升级更新。泰通公司将它改编成电子游戏，搬上了红白机，从此开启了一个以人生剧场为主题的系列。红白机上就有3部人生剧场。这个主题的游戏后来也有其他的公司在出，一直到现在都还有相关的新作。本作是棋盘游戏的类型，这个类型的作品之前也介绍过一些，但在这里玩家要经历人生的不同阶段，从幼儿一直到老人，可以1到4人游玩。玩家不足4个人时，由电脑补齐人数，开始先起名字，还可以简单的捏脸，有不同的发型、眼睛、鼻子和脸型。玩法就是4个角色在棋盘上轮流的扔骰子，按点数走方格。角色有3项属性：体力、智力和运气。根据不同的随机事件，这些属性也会发生变化，数值的高低也会反过来影响某些事件的成功率。起步阶段的方格类型比较少，普通的白色方格发生一些日常的事件，带有字母 G 的方格获得收入，红色的卡片方格抽一张卡是更重大的随机事件。每个角色都要经历小学、初中、高中等相同的阶段。进入小学后，棋盘上多一个绿色的测试方块，此后会陆续出现迷你游戏，总共包括打砖块、开车、老虎机等9种不同的迷你游戏。小学毕业后出现问号的方块，这里可以进入专门的探索地图，有多个随机事件。高中毕业后可以选择职业道路，找工作或者是上大学。之后棋盘上出现岔路，前往大学的路新出现铅笔的方格，事件能提升自己的属性值，但可能减少体力。找工作有教师、警察、职员、运动员、黑帮等10几种职业。红色和蓝色的五角星是职业相关的事件，爱心图案发生爱情事件。成年后步入社会，然后要结婚。到达怒涛篇后，萝卜图案的方格是股票的内容，可以选择买股票。再往后进入更年期，再到老年。老年篇坐飞机前往海外地图，金色方块可以玩老虎机或者是纸牌。最后到达人生终点进行结算，金钱最多的玩家获胜。和之前红白机上同类型的作品相比，这款游戏几乎不用任何的技巧，除了少数的几个地方有选项，绝大部分都是靠运气。内容还是很丰富的，有人生的阶段、不同的职业，但小游戏做的比较粗糙，还有些 bug 问题。整体的玩法和框架上已经比较成熟了，个人评价3颗星。星际搜索，恐怖的生化怪物。这是一款移植作品，原版是艾尼克斯1987年开发的一款冒险类游戏，主要发布在几个电脑端。故事的剧本由日本的小说家、解谜作家亚孝司编写。红白机的移植版本由村软开发，国王唱片发布。移植版在原版的基础上有些修改，主要是删除了限制级的图片、迷你游戏和错误选择的结局，剧情有少量的调整。故事设定在科幻的未来2061年，随着哈雷彗星接近地球，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聚集在耶稣号的空间站上进行哈雷调查计划，目的是从哈雷彗星的尾部收集气体并调查生命的本源。1号彗星探测飞船最先出发，一段时间后，主角五麻素雄驾驶着2号飞船科罗纳号离开空间站，前往彗星调查。成功的收集气体之后不久，突然和1号船失去了联系。主角登上失联的飞船，发现死去的成员，之后遇到凶恶的外星怪物，他找到唯一的幸存者艾琳，一起逃回了科罗纳号。系统上虽然是文字冒险游戏常规的命令选择方式，没有太特别的，
但故事采用了电影化的叙事手法，深受当时热门科幻电影《异形》的影响。行动时的指令选择有些像电影的脚本，推进故事的选项更像按照剧本执行，而不是一般文字冒险里的逻辑推导和解谜。这也符合本作的定位，重剧情轻解谜，而且在画面的制作、视觉效果上投入巨大，有些像现在的视觉小说。故事的情节主要围绕着主角躲避怪物的攻击和与之对抗的过程。怪物会不断进化，并且身体上掉落的皮肤也会长成怪物，但他最终还是被击败。放在当年的话，这款游戏在红白机上的视觉效果相当的出众，音乐由苍山浩一负责，质量也很不错，但作为冒险游戏来看有些蹩脚。相比于原版 FC 的移植版还阉割了一些内容，就又差了一截。个人评价2星半。雷霆任务由南梦宫发布的一款动作射击作品，这是街机的移植版，原版于1986年发布，4年登陆到各大电脑平台，1989年来到红白机上，只有日版，但后来天元还发布了一个未授权的 NES 版本。南梦宫的日版再次使用了音源芯片，天元的版本是没有这个芯片的。另外看游戏的画面和人物的动作风格，会感觉和后来卡普空发布的另一款著名游戏《人间兵器》非常的相似。这2作都是由亚克系统开发的。1968年的纽约，一个叫做马布的男子声称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自己是救世主。他创建了秘密邪教的组织戈尔多拉，正在密谋征服世界。世界刑警组织 WCPO 派遣女特工莱拉前往调查，但却被敌人抓获。于是又派出了最强的特工信天翁，也就是主角，他要营救莱拉并阻止戈尔多拉的野心。横版的场景里控制主角 B 键开枪射击， A 键跳跃，跳跃时不能开枪，按住方向键上再跳跃能跳得更高。场景里很多的门可以进入，在门内按住上键就能停留更长的时间，能用这种方式躲避敌人的攻击。有的门标有特殊的弹药或者武器的符号，进入后获得机枪武器或者是补充弹药，子弹的数量显示在左下方。机枪子弹用完后自动切换成手枪，如果手枪的弹药用完会变成慢速射击。画面下方还显示关卡的剩余时间和主角的2点生命值，碰到敌人消耗1点生命，被子弹击中直接会挂掉。有的门后面也能获得生命恢复或者增加剩余的时间。游戏里的敌人大部分都是邪教徒的打扮，不同的颜色代表他们不同的行动模式，后期也会有几种其他的人造人和黑豹。游戏的关卡数是5关，但要达成结局得通关2轮，在游戏里被称为故事1和故事2。第2轮的关卡场景有些变化，还多了一些陷阱，敌人也更为困难。再次完成5个关卡后才能来到最终的 BOSS 战，消灭 BOSS 救出女特工莱拉。这部作品在风格上和当时很多同类的横版动作作品还是有些区别，跳跃的距离是固定的，不能控制，在平台之间移动时就得关注起跳的位置，而且基本上不能靠跳跃来躲避敌人。敌人的难度比较大，很多时候得停下来观察和等待，不能一味的前进，导致节奏会比较慢。虽然算不上特别优秀的动作游戏，但有自己的特色。红白机的移植版因机能的差距有些缩水，不过基本上能呈现街机的内容。个人评价3颗星。光干己溜冰鞋大危机。光干己是日本早年的男子偶像团体组合，在80年代中后期很火，因为他们穿着溜冰鞋在舞台上表演广受欢迎，当年在女性中有很高的人气，于1995年宣布解散。团体组合隶属的唱片公司是玻璃佳音，这款改编的游戏也是由玻璃佳音发行的，只在磁碟机上发布。本作属于文字冒险的类型，一开始选择性别，输入姓名、生日和血型，默认为女性，然后选择一个最喜欢的成员。故事是偶像们马上要开演唱会了，但他们的溜冰鞋全部被偷走，无法表演。玩家扮演的角色是一名粉丝，要和团队成员一起找回溜冰鞋。选择一名成员开始探索，在大地图上以俯视角移动，有12个可以访问的地点。进入场景后切换到文字冒险形式的对话，下方偶像成员的一侧永远是3个指令，相当于询问、给予和展示。
选择一个动词后，右侧再出现4个选项，如果执行了正确的操作，会播放一小段音乐。按这种方式重复调查4次，就会遇到偷走溜冰鞋的人，拿回鞋子。接着换一个偶像成员再去找溜冰鞋，同样的模式操作，全部7个成员都找到鞋子，就能看到通关的结局。结局当然是演唱会正常举行，此时你会发现和开场动画几乎没有区别。此外还有些和游戏故事无关的内容，比如可以在一开始给喜欢的成员自定义一句话，占卜和团队成员的契合度等等。很明显这是一个针对当时女性粉丝的游戏，但实在没有什么可玩的，个人评价1星半。黑暗神话：日本武尊传说。这是一部漫改作品，改编自上世纪70年代的老漫画《黑暗神话》，作者是朱星大二郎。1976年连载于 Jump 的少年周刊，篇幅非常的短，总共只有6话。原著融合了多民族的神话，包括日本本土的神话、佛教、印度教和神道教的神话传说，架构了一个发生在地球、圣地以及暗星云中的冒险奇幻故事。在红白机上的游戏推出之前，1988年还出了一个 MSX2 平台的版本。本作的大部分内容属于文字冒险的类型，漫画原作带有一些恐怖的元素，游戏里很多的内容也参照原作，尽量营造这种氛围。主角名叫山本武，一个13岁的初中生，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武尊1600年后的转世。在来到父亲死去的地方之后，他的记忆慢慢苏醒。作为掌管着地球命运的真我，他前往日本各地的遗迹，揭开隐藏的谜团。原作涉及到大量的日本传说典故，晦涩难懂。不过游戏的进程并不复杂，共分为8个章节，每章的内容都很短。常规部分是标准的文字冒险，指令也是常见的那些，移动、查看、使用、谈话等等。主角的行动限制比较严格，没有太多的自由度，选择了正确的指令来到下一步操作，大部分时候依靠蛮力也能推进。当主角收集到各种信息时，会积累知识点，以打开了书的形式显示出来，相当于经验值。在每个章节的末尾有一场横版动作形式的 BOSS 战，积累的知识点越多，对战 BOSS 就越有利。BOSS 战有些像一个射击游戏，主角挥舞着剑发射子弹，通过跳跃躲避攻击。BOSS 的形象也有参照漫画的原作，外形还是很有冲击力的，但攻击的方式很单一，找到规律之后就比较容易对付了。整个游戏文字冒险讲故事的部分体量太小，可以用迷你来形容。开发时可能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才加入了横版动作的部分，以增加游戏的时长。即便这样，正常通关时间也就1个小时左右，题材还是很有特色的，个人评价2星半。家庭弹珠台，一款以桌面打弹珠为主题的休闲游戏，由一家叫做 Kid 的公司开发。该公司于1988年成立，2006年宣布破产。成立的初期主要代工一些动作和射击类型的游戏，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主攻恋爱冒险和美少女题材的类型。本作有日版和美版，日版由南梦宫发行，美版的发行方是日本电视网络。游戏名也改成了摇滚球。2个版本除了名字，在角色图形和界面上还有些区别。进入界面后又分成了4个不同的模式，游玩的内容都不相同，每个模式都可以1到2人或者1到4人游玩。第一个吃豆人模式，这是传统的打弹珠，有6个可选的角色，都是南梦宫其他游戏里的人气主角，包括了吃豆人、女武神、太郎柱等等。不同的人物还有自己的对应属性特点。4项属性包括挡板的伸展长度、球的反弹力、球的运动和挡板的速度4个方面。进入弹珠台，按方向键下射出弹珠。桌面不大，有上下2个屏幕，特点也和任天堂的弹珠台类似，每个屏幕击中对应的位置有特定的奖励。弹珠台的图形是南梦宫游戏的风格，如果是美版，由于没有了南梦宫的角色版权，6个人物都替换成了普通角色，台面的图形也进行了更换。达到一定条件会进入单独的奖励屏幕。第2个9球模式，先选一个特殊的能力，达到对应的分数就能获得。进入弹珠台后，玩法类似宾果游戏的风格，设定下注的金额，尽量将球打入洞里，总共9个球，打完后结算得分，获得的分数再用于下一轮的下注。第3种对抗模式，
两人对战或者对抗电脑，选角色，然后设定比赛的局数。两个人分别处在屏幕的上下两端，将弹球击打到对手底部的空当就能得分。这个模式下又有3种不同的台面：炸弹桌面、雷电桌面和攻击桌面，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殊效果。另外，按上下方向键可以改变挡板所在的位置，在最底部或者是更逼近对方的位置。最后一个体育模式又分为足球和冰球。足球要利用挡板将球打入对方的球门，有一个守门员防守，左右方向键控制守门员移动。冰球和足球的玩法差不多，也是要射门得分，但守门员防守的面积更大，球门后面还多了一个反弹器，得分比足球要困难。这款弹珠台的模式可以说十分的丰富，在之前同类游戏单一玩法的基础上有了不少的发展和创新，还有不同的人物属性进行搭配，多人游戏一定非常的欢乐。个人评价3星半。查查丸人法杖，杰里可发布的一款角色扮演作品，以旗下的人气角色查查丸为主角，不再是之前动作游戏的套路。查查丸的形象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在之前动作系列的游戏里，主角将小樱公主从大反派的手里救了出来，查查丸开始了自己的修行。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了城里，城主要求调查重大的事件，各地陆续出现了怪物，有3个事件，分别对应游戏的3个章节：一是被天狗怪物偷走的人法书；2是在江户城出现了大妖怪；3是住在龙神山上的龙神掌管天气，但很久没有下雨，田地干旱。开始游戏时，3个章节是分开的，可以任意选择顺序。标准的 RPG 形式，日式的风格，灵魂表示经验值，位表示等级。系统上也是大量借鉴了勇者斗恶龙，大地图移动探索，城镇对话收集信息，购买装备物品。一开始只有查查丸一个人，中途小樱公主会加入，一直到最后就是这2个人一起冒险。御敌后切换战斗画面，本作里所有的战斗一次只会出现1个敌人。回合制的形式，画面顶部显示体力和技力，相当于 HP 和 MP。指令包括了攻击、忍术、道具、逃跑、防御。小樱公主还单独有一个爱的指令，作用是随机获得属性的增益或者是回复，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查查丸虽然是忍者，但在这个 RPG 游戏里类似于战士，普通攻击输出高，但技的威力低。小樱公主类似于巫师，技的威力高，防御力差。另外，在攻击时有可能触发电光火石一击或者连续攻击，相当于暴击和多段攻击。敌人有可能投掷怨灵，在地图上行走会逐渐扣血，比较像中毒的效果。人物的装备分成了武器、服装、配饰和护身符4类。商店里出售的特殊效果的装备比较丰富，但没有明确的性能说明。有的可以从换装备时的数值变化来判断，但也有数值上无法体现的，通过战斗才能够发掘。前3个章节相互独立，完成后人物会重置。3章全部完成后进入最终章，此时可以继承前1章的等级和装备。这部作品在形式上以模仿为主，缺乏特点，不过能看出制作还是很用心的。场景绘制和人物、怪物的图形都比较精细，不同章节敌人类型也不一样。BGM 很丰富，光战斗的曲目就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御敌率比较高，平衡性还有待改善。个人评价3颗星。大挑战神枪手，杰里可大挑战系列的又一款游戏，和刚介绍的查查丸人法杖在同一天发售。本作只有磁碟机的版本，好像杰里可喜欢将这类作品放在磁碟机上。游戏以美国西部为题材，故事背景是主角从边境的旅途中归来，发现自家的农场被夺走，于是开始了战斗。常规情况下是横版射击 ，A 键跳跃 ，B 键开枪。画面的下方左侧显示人物的血量、持有的金钱和剩余弹药，右侧的数字表示在场景内还需要消灭多少敌人。如果到达最右侧时数量不为0，就得再在场景里循环一次，消灭足够数量的敌人后进入 BOSS 战，变成第一人称射击的形式。按 B 键拔枪，画面中出现十字准心，每次开枪这个准心都会移动，以此模拟左轮手枪的后坐力效果，因此得不断的控制准心的位置，时间过长就会被对方攻击。总共有6个关卡，到后面的关卡还能获得其他的武器，
包括了回旋镖、小刀和炸药。按方向键下加 A 键切换武器，这时游戏暂停。敌人掉落的物品有3种：弹药、恢复生命的药瓶和钱袋。除了从敌人掉落获得子弹，每个关卡都有特定的人物，可以从他那里购买子弹。子弹的数量还是比较紧缺的，不过小刀和回旋镖并不消耗弹药，掌握好它们的使用方法，问题就不大了。这就是一个平均水准的游戏，玩起来很流畅，内容并不复杂，也没有太大的优点。在红白机上实现所谓模拟手枪后坐力的这种效果，现在看来确实是太粗糙了。个人评价2星半。迷你高尔夫，这是 Pack in Video 开发的一款高尔夫球游戏。和之前红白机上其他高尔夫游戏不同，本作是迷你高尔夫，或者叫做推杆高尔夫等等，有多种称呼。它是高尔夫项目的一个分支，不是标准的18洞，而是以9的倍数为一个系列。场地较小，球洞的间距也比较短，通常从开球点到球洞的距离不会超过10米，有的还会加入各种人造障碍物，比较适合城市内小面积区域的娱乐活动。本作除了属于迷你高尔夫的类别，还有一个故事设定。海中央有一个小岛国，有一个由糖果、玩具、体育用品和动物组成的高尔夫球场。这个国家的国王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打高尔夫。公主的恋人，也就是本作的主角，如果想娶到公主，就得成为优秀的高尔夫球手。开始界面有2个模式，击球模式和挑战模式。击球模式可以多人游戏，任选球场；挑战模式相当于故事模式。操作的方式和其他高尔夫游戏类似，击球前滚动屏幕查看球场的全貌，准备击球时移动光标调整方向，按 A 键开始击球，根据下方横条的滚动确认击球力度，切球或勾球。比较特殊的一个设定是，如果在字母 S 的标记处从回击到下杆，可以打出超级击球。总共有5个球场，都是独特的主题。前4个球场每个都有9洞，主题分别是蛋糕、甜点、玩具、运动用品和动物。最后一个球场是城堡的主题，只有8洞，场地的构造都很奇特，还有各种固定或者移动的障碍物。游戏的难度相当大，但并不是因为设计的球场难度，实际上也不存在球场的设计，更多的是一种噱头。很多时候感觉不像是在打高尔夫，而是在打弹珠，只不过用的是高尔夫的击球方式。从高尔夫游戏这个类型来看，本作绝对是个垃圾作品。如果当成休闲游戏，想以奇幻可爱的风格取悦低龄玩家，又得具备一定的高尔夫知识，而且利用场景里的噱头控制球路相当的难把握。个人评价2颗星。冲破火网，原版是世嘉的一款经典街机作品，街机版于1987年发布。值得注意的是，街机版发布了1代和2代，中间只隔了3个月。实际上2代只是在1代的基础上进行小改动的升级版。2个版本主要区别是1代没有油门杆，比2代少了点火加速这个功能。其次，1代的关卡数是18关，2代有23个关卡。家用机的移植版在多个平台都有推出，红白机上的移植版由 Sunsoft 发行，授权版本只发行了日版，是基于街机版2代的移植，所以可以看到开始画面的标题里有个2。另外，天元还发布了一个未授权的 NES 美版，这个版本是基于原版1代移植的，但在1代的基础上又加入了2代的点火功能。玩家驾驶 F14 熊猫战斗机从航母起飞，与敌人进行战斗。操作上，方向键控制飞机移动，模拟操纵杆的形式，方向键上俯冲，方向键下拉升，左右方向键组合操作能让飞机做出翻滚的动作。A 键发射火神炮，弹药无限；B 键发射跟踪导弹，数量有限。要先用画面中间的准星将敌人锁定，然后发射命中。按住开始键一小会儿，飞机点火加速。右上方一个简略的雷达显示敌方的信息，后面的基数关卡有补给弹药。这个过程是自动进行的，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剩余导弹的数量。敌方飞机有4种，从不同的方位出现，有的会发射导弹，和街机版2代一样，共有23个关卡，每关的时间都很短。由于主机性能的差距，这个移植版的缩水还是很明显的。不过对于红白机来说，这样的素质已经算很不错了，基本的特点都有保留。
早年家用机上 PCE 和 MD 也有移植版，素质比这个版本要更好，所以它始终都不是优先的选择。个人评价3颗星。全垒打王，这是 Data East 发布的一款棒球游戏。我已经不记得这是红白机上的第几家公司的棒球作品了，可能是厂商们看到棒球游戏的钱实在是太好赚，纷纷都来抢这块蛋糕。本作原定是1988年12月发布，所以在开始画面上的年份还是1988。有联赛和表演赛2种模式，联赛模式里也是以日本的12支职业球队为蓝本，修改了名字，与同一联盟的另外5支球队进行30场循环赛，然后到系列赛。玩法上和其他的棒球游戏类似，本作的首要特点是相比之前的棒球游戏，使用了更为精细的卡通角色形象，人物可以看出差异和个性化，除了身材，面部也有区别。击球和投球的视角都是从击球手身后偏上一点的位置显示，这个视角很不错。垒上有进攻队员之后，对应位置会出现一个局部的小框显示画面。在联赛当中，击球率和本垒打数会实时显示，球员的表现也会随之波动。和电脑对战时，击打能力比其他的同类游戏要强，相应的防守操控也比其他的游戏容易一些。另外还添加了一些动画，像是赛后采访、胜利或者失败后的队员反应、赛事报道等等。除了几个小 bug， 游戏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不知道当时的玩家短时间内面对这么多的棒球游戏会怎么选？个人评价3颗星。松本亨股票必胜学2 Imagineer 发布的股票模拟游戏松本亨系列的第2部，上一作是1988年2月发布的，在第33期介绍过。本作的发行时间是89年的3月，卡带售价依然高达9800日元。这一年也是日本股市泡沫最后的疯狂了。随着90年之后形势的转变，这种类型的游戏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火爆了。上一作当中，在股市里用100万日元赚到1个亿，这作的目标升级，2年的时间内要从400万赚到70个亿。游戏开始，主角已经是有老婆和儿子的人，可以自定义名字和年龄。本作里的股票交易系统和前作差不多，证券公司的人也没有变，股票的数量增加到了150只，交易比之前更加的便捷，获得情报的途径也增加了。除了查看图标数据、看报纸、咨询分析师，还有些特殊人物会提供有用的信息。有一个在东京不同的地点移动的地图，选择并前往对应的地点，这个过程以 3D 迷宫的形式呈现，人物还有 HP 会随着移动逐渐减少。占卜师算命就能提供对股市有帮助的信息，有一个随身的手账本，可以查看持仓、银行余额、证券、房地产和人物的状态等等。人物状态除了 HP， 还有 LP 家庭力、IP 智力、DP 运势，这些属性值在执行了股票交易、查看信息、指数下跌后会逐渐减少，任意一项变为0，游戏就会结束。恢复这些属性值的方法是前往医院、赌场、游乐园、寺庙等不同的地点，或者购买对应的物品。除了买股票赚钱，还要过好自己的人生。本作的生活内容比之前要丰富很多，除了突发的事件，因为已经完成了前作结婚生子的目标，这里要兼顾自己的家庭，老婆孩子也有自己的一个参数，需要时不时的和他们互动来维护参数。数值过低会发生离家出走或者离婚的事件，也可以不要老婆去找小三，有多个小三候选人供你挑选，还能在不同的地点买房将他们安置好。因为有了多种新元素的加入，本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不再只是单纯的对着交易看板买卖，更丰富的内容、人物属性值的管控，让游戏有了点生活模拟的味道，玩起来还是很有趣的。个人评价3星半。野狼行动原版是泰东1987年发布的一款街机作品，街机版配备了一把轻型冲锋枪，扣下扳机自动连发，并模拟后坐力的效果。游戏推出后相当的受欢迎，这种类型的街机玩法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非常的流行。移植的端口有很多，包括了电脑端和主机端。早期主机端的移植版主要是红白机和 PCE 2个平台，红白机发布了日美欧3个版本。本作是第一人称射击的类型，
红白机上支持用光线枪游玩，也能用手柄，但光线枪搭配出来的效果并不好。FC 和 NES 版本在背景设定上有些区别，日版里主角是雇佣兵，美版里是特工，但大体上都是从敌人的地盘拯救平民和人质，然后带着人质撤离。开始游戏后有一个选关的界面，日版里是4个可选关卡，完成特定的关卡后会出现后面的2关，在美版里直接出现6个可选关卡。相同的关卡，2个版本的敌人数量有的也是不一样。每关开始时，玩家拿着有限数量的弹夹和弹药，如果是手柄操作， A 键开枪， B 键扔手雷，可以连发开枪，但弹药的数量很紧缺。画面的下方除了显示弹药，一个长条表示人物的生命值，被敌人攻击或者射击到了平民都会扣血。右下方是剩余敌人的数量，有普通士兵、装甲车和直升飞机，有的关卡里直升飞机被替换成了船。手雷可以一次性摧毁装甲车和飞机，用子弹多次射击也能将它们消灭。敌人剩余数量变成0就能过关。场景里除了能获得弹药补给，还有回血道具、短时间内不消耗弹药的机枪连发，以及可以引爆的炸弹。6个关卡分别是通信所、丛林、弹药库、村落、收容所和机场。每关完成后都有过关的画面，还有一个突发事故的关卡不在选择的界面上，会随机出现。另外日版里有的关卡会出现比基尼的小姐姐，美版的画面里我好像没有看到。红白机移植版的素质和街机有比较大的差距，不过玩起来的爽快感还是有的。我记得小时候玩这个游戏还是比较上头，难度也不算太大。PC 版的移植更加的还原街机的效果，素质要更高。个人评价3颗星。暗影之门，从电脑端移植过来的一款文字冒险作品。原版游戏由 Icom Simulations 开发，1987年发布在苹果的电脑端。如果是之前经常看这个系列的朋友，会发现本作的界面似曾相识。在第43期节目里介绍过一款游戏《时空线索：噩梦真的来临》，也是 Icom Simulations 开发的。当时有提到他们针对苹果电脑的冒险类游戏专门开发了一个叫做 Mac Venture 的引擎，这部《暗影之门》就是使用了同一个游戏引擎。总共4款游戏使用了该引擎，在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别的类似游戏。本作红白机的移植版有日美欧3个版本，日版和欧版由 Camco 发布，美版由 Seika 发布。故事讲述了居住在暗影之门城堡的邪恶术士领主，试图从地狱召唤恶魔巨兽来统治世界。玩家扮演的主角是最后一位拥有伟大英雄皇家血统的人。按照德鲁伊的预言，他要进入暗影之门，粉碎术士的野心。由于是相同的引擎，系统和时空线索基本相同，属于命令点击的形式。画面的左侧是场景图片，右侧物品列表，底部是指令的菜单。要执行操作，先用方向键控制手型的指针，选择一个动词指令，然后在左上的场景图片里点击相应的位置，或者点选右侧物品列表里的物品名称。移动到不同的场景，可以点击左下方的方格，作用相当于一个小地图。用右下方的 self 的图标对自己使用物品，仍然可以用来自杀。本作在探索的过程中，至少要拥有1个以上的火把，如果火把熄灭，玩家很快就会挂掉。整个游戏火把的数量是有限的，因此这就相当于一个时间的限制，和当时很多美式风格的冒险游戏类似。解谜的重点是要收集物品，并在合适的时候使用物品，也包括了对付敌人的各种武器。游戏里会有提示，但有些谜题需要反复的试错，采用任何不正确的解决谜题的动作都会导致死亡。不同花样的死法也是游戏的一大特色，除了前面提到的自杀，还有被龙的火焰灼伤，被独眼巨人攻击，通过镜子被吸入到外太空，被酸性粘液溶解，被鲨鱼吃掉等等。不同的死法之后，死神都会将主角领走。整个的流程大致是躲避陷阱、击败怪物，收集3件神器，用它们组成万古法杖。找到邪恶术士之后，他已经打开了地狱之门，并召唤了巨兽，用法杖将他们消灭，最后迎娶公主。相比使用了相同引擎更早推出的时空线索，本作在内容的设计上进化不少，解谜的方式更加灵活。当年在北美获得了普遍的赞誉。红白机版本的移植水准很高，一些优化的内容让它现在比原版更有游玩的价值，
个人评价4颗星。好了，89年3月份的游戏就全部介绍完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